众所周知啊，吃国王饼的季节到了。不过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啊，可能会有一点得罪人，因为桌上这几块国王饼啊，都是我从巴黎淘来的尖儿货。在这个国王饼的发源地啊，这些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有的来自巴黎最贵的、最出名的顶奢酒店，有的来自超市，也有的加冕了冠军的头衔。而今天啊，这些饼子都将接受一场我们精心组织的盲品测试。评审啊，这是我找来的在巴黎的顶级厨房以及相关行业锻炼出来的味蕾们。而我们的规则只有一个，咱们不需要知道是谁做的，全凭舌头说话。那么问题来了，当这些美食褪去了他们品牌、价格、冠军头衔的光环之后呢，我们选出来的冠军还会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吗？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巴黎的这些顶级国王饼们，到底哪一块你们会为它买单？先把时间往回倒24小时，让我来好好给你们盘一盘这几张饼的来历。熟悉咱们频道的老伙伴肯定都知道哈，在我带你们去吃过的冠军法棍、冠军可颂、冠军弗朗里边，必少不了的就是每年大巴黎面包工会从千万的社区店里边批选出的冠军。那么咱们的国王饼啊，当然也不例外。而26年的国王饼冠军桂冠啊，就落在了巴黎南郊这家社区面包店Maison du Monde中。可千万不要小瞧他们，因为2022年的冠军啊，也是他们家拿的。而每年的冠军在夺冠之后有3年不能再参赛的规矩，所以这家同时拥有22年和26年冠军的店，其实算是蝉联冠军了。由于整个1月份啊都是法国人传统的吃饼季，所以小店也几乎是把全部产能都调配给了国王饼制作。不过就算这样呀，每天一过中午，店里的饼子都会准时卖个精光。光是看外观，这饼烤色均匀，色泽深棕，酥皮明显走的是轻薄路线，但层次分明，这些啊都在告诉我，它是一个皮儿薄馅儿大的好饼。那么这个2届蝉联的冠军饼，在我们的盲品测试中，到底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巴黎市中心的核心地段Cuisine d'Honoré。我们要去的是我心目中巴黎众多奢侈酒店中甜品店的第1名，也是传奇米其林3星餐厅 Épicure 的甜点台。老伙伴们应该还记得哈，他们家的完美艺术品弗朗被我封为了巴黎弗朗的第1名。而他们这种在原材料和工艺上都精益求精，甚至有点吹毛求疵的风格啊，在国王饼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内馅儿用了传统杏仁酱和焦糖苹果2种层次，酥皮啊更是选择了不走寻常路的千层布里欧修。最后还点缀上了焦糖酱和焦糖苹果冻，在内里多层风味和外表精雕细琢的加持下，这个国王饼也堪称是集甜点艺术之大成了。那么面对如此完美的一张饼，我们蒙上眼睛的评委们会给出它怎么样的评价呢？第3站啊，画风突变，我们来到的是法国国民级冻品超市连锁，也是多年蝉联法国人最喜爱超市的 Picard。这里没有传统超市的货架，走进去你看到的只有一排排冻柜以及躺在里边的各种冷冻食品，从蔬菜瓜果到各种肉类，种类繁多的各种预制菜和预制甜点面包啊，这里都应有尽有。朋友们，这些都是法国超市魔改的中餐啊，甚至还有包子。而这些产品也凭借着极其过硬的性价比和还不错的品质，在无数个不想做饭的夜晚，拯救了千万学生和牛马。我和肉嫂啊，也是他们家的忠实用户之2了。而他们家在今年的国王饼季更是整了一个大活，一口气搞出了7种不同口味的国王饼。而我则是挑了一个兼具创意，但整活属性又不那么强，相对容易接受的口味来参加我们的测试。那么这个法国食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究竟是会沦为我们的对照组炮灰，还是一路逆袭，痛打各路大师冠军和顶级面包店呢？第4站啊，我们来到了巴黎一个生活气息特别浓厚的小资住宅区，而我们要去的是法国国民级甜点大师 Geoffrey Garnier 的店。他不仅在巴黎拥有多家个人品牌店，同时他也是巴黎历史最悠久的传奇甜点店 Store A 的总监。而每年的国王饼季啊，他们家的出品和创意也都是备受关注和追捧的。我则是选择了其中最猎奇，也是他们店中招牌配方的罗勒青柠口味。这种大胆的风格会得到我们的评审怎样的评价呢？第5站啊，同一个街区，但这次我们来到了街角的一家社区面包店。虽然没有大师头衔和冠军的加持，但是在前台与顾客的热络交谈中啊，你不难判断出，在周围的邻里之间，一定算得上是有口皆碑。前来购买饼的人，自然也是开开心心，络绎不绝。那么这样一家扎根于人民、充满了社区温暖氛围的小店，究竟能做出什么样水平的国王饼呢？最后一站啊，回到巴黎繁华的左岸，这里是前世界首富、法国奢侈品巨头大王与现如今世界上炙手可热的甜点师共同开创的品牌咖啡店，也是无数网红的打卡圣地。去年啊，
我就给你们拍过他们家的国王饼，当时这饼子也是以精良的制作和创新的口味，打破了我对奢侈品甜点的固有偏见。而今年他们更是卷土重来，将主厨招牌的榛子口味国王饼带到了世界各地的 LV 咖啡中，沿用去年经典的老花纹设计，加上特别版本的滑雪 Vivian 人偶，这个饼一经推出，可以说是立刻引爆了社交媒体。我只能说 LV 是真懂流量的。那么面对一个做香包的搞出来的网红饼子，咱们的专业评审们又会给出怎么样的反馈呢？好了，我们的6张饼子到齐，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我请来的这些评审们。首先是特别鸣谢的3位协助我这次沙高局活动的小伙伴：德华，四川人，毕业于保罗博古斯学院，在巴黎知名餐厅后厨工作，兼修写作、拍照和主理自媒体账号以及私厨团队食堂。小黑，重庆人，中法融合的江湖派厨师，同时也是自媒体账号及私厨团队食堂的合伙人，创建巴黎吃饭指南的互联网嘴替。Kit， 香港人，主修视觉设计，也是自媒体账号以及私厨团队食堂的合伙人。接下来这位是林，来自福建，毕业于费朗迪，是一位已在巴黎知名米其林2星餐厅深耕多年的实干派厨师，同时也是私厨团队干饭的主理人。这位是 Adam， 来自上海，曾在世界各地的法餐意餐厨房打拼10余年，目前是巴黎一家知名米其林1星餐厅的副厨。Sayako， 来自日本，目前仍在保罗博古斯学院进修，同时也在巴黎某知名日本餐厅工作。大齐，成都人，知名的国际饮品品牌的销售总监兼美食狂热爱好者。当8位长期把吃和做当成工作，但背景、经验和审美都不一样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事情就变得有趣了起来。为了让结果尽可能的真实和公平，接下来我们得先把规则讲清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规则哈。我们的规则会分为2人一组进行盲品，然后大家会遮上眼睛，请大家遵从自己的内心，做出最正确的评判。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表格，会分别有5个维度，大家从0到10分进行打分。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把饼复热一遍，然后待会儿就切分好了之后呈现给大家。这里再补充2个咱们规则的细节。为了保证盲品的真实性和公平性，我们的打分是由 A 到 F 的字母为代号来进行的。每组评审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吃的饼的顺序也都是被别组小伙伴给打乱的，以确保评审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到底吃的是哪一块饼，且评审需要在品尝之后的第一时间用手势给到口味方面的打分，并由辅助的小伙伴记录下来。而外形和性价比将会在后面揭晓每组吃饼的顺序和价格之后自行补上。哦 ，OK， 来加面。当当，加面。在前3轮小伙伴们都品评完之后终于轮到我所在的最后一组了。这里我会尽量还原我在现场当时的第一印象和反应，每个饼给出2句话点评，让屏幕前的你们也能参与一下咱们盲品现场的感觉。我吃到的第一款是罗勒青柠饼，入口的第一感觉酥皮轻盈，内馅的罗勒和橄榄油的味道尤其突出，因为很有意式风格，个人非常喜欢，所以我在酥皮还有内馅和创意3项分别给到了2个8分和1个7分。我吃到的第2款是 The Prestore 的艺术大饼，千层布里欧修虽然做得很好，但是入口你就会马上感觉到它和本就油脂非常丰富的内馅犯冲了，加上没有了极致的酥脆感，反而让人有些感觉画蛇添足的意味。所以酥皮我只给到了5分，内馅的焦糖苹果部分白兰地的味道非常的抓人，但内馅和皮的搭配实在是太腻了，所以我也只给到了7分。创意想法很好，但是现实却很骨感，6分吧。我吃到的第3款是 Biga 和冷冻超市的饼，由于是生坯现烤现吃，酥皮方面实在是占了很大的优势，我给到了8分。内馅是薄薄的覆盆子帕里内口味，微酸还有点果味，很解腻，7分。创意方面表面撒的焦糖榛子既增加口感，又多了些坚果的香气，7分。
第4款是社区店的饼子，酥皮不够酥6分，内馅的榛子口味完全被杏仁味给压住了，吃不出来5分。至于创意嘛，有想法没实现，哪能叫创意呢？给个5分吧。第5款是2026的冠军饼，薄脆的酥皮，焦香味很浓，虽然没到极致的酥脆，但值得一个7分。内馅是传统的杏仁口味，但是由于高品质朗姆酒的加入非常好的起到了1+1大于2的效果，满口生香8分。创意嘛，在传统中做出了不传统7分。最后是 LV 的奢侈饼，一口咬下去是和去年一样的焦香，加上薄入禅意的极致酥脆，酥皮味蕾最佳9分。内馅大量的榛子，仅一口就让我体验到了极致的榛子味8分。创意方面嘛，说实话，我吃之前的预期稍稍有点太高了，整体来说不如去年，但其实也足够出挑，所以我给到了7分。当所有人都品评打分完毕现在就该轮到我来揭晓各自的价格，让大家补完性价比和外形这2项了。话说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在知道价格之后，又会给出怎么样的评价呢？冠军店的就是那个薄薄的，然后大家说杏仁味。冠军饼6人份的是28块，大家给性价比打分啊。然后就转到 Bistro 的，那个最后的，大家觉得都不像饼的那个啊。揭晓一下价格，价格是75欧。哇，75 euro。我说实话，朗姆酒白兰地的那个香味的话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性价比中性价比有点，而且它的那个酥皮不是传统酥皮，所以大家接受起来有点难。不会又是飞对，不会又是飞的。LV 吧，下个饼 ，LV 在 Group One 是 D。LV 的这个饼大的价格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贵是58欧。58 然后是那个呗，红色那个呗，红色那个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大家都吃光的那个 ，Celine 说那个想睡酥很加分的那个，那个是 Bigard 的。真的，Bigard 可是法国最大的冷冻超市。对啊，而且有名的，连年蝉联法国人最喜欢的超市，价格9块9。哇，这个太值了！我要打10分，这个太值了！来，他9块9买到的是生饼，但是自己烤你自己烤的，所以烤出来的酥皮状态才那么好。因为今天现烤，明年可以找 P 加赞助了。OK next Jeffrey 吧，这个罗勒的那个香味其实蛮突出的，但我蛮喜欢罗勒，但我觉得很奇怪。看来真的是爱的人就爱，不爱的人就不爱，像香菜一样。Jeffrey 的那个饼价格是35欧，35，然后是社区店的，社区店的最后一个揭晓一下，社区店的价格是29块9，30欧。我觉得社区店这个可能是我们吃的顺序的原因就是我会觉得它那个榛子味没有很浓，它那个用料可能没有那么好。我刚就吃了，我说这个奶粉味太重了，对吧？你不觉得一股奶粉味吗？对，算分啊，每个人算分。哇，好认真啊！所以我们要加分了，是吧？对，算个总分，加个总分。就在大家认真完成作业之后我们最后的冠军揭晓环节就要开始了。2026年度国王饼沙糕品鉴局，荣获第1名的是Louis Vuitton。没有广告。LV 荣获294分，然后第2名 Bigard。哇！法国国货之光。国货之光Bigard 跟 LV 只相差9分。哇，厉害！获得285分。超市对上大分。是啊。然后第3名其实有2个并列，但是呢 ，Jeffrey 那个柠檬罗勒凭0.5分的优势获得第3名。Oh my god！ 然后 Bistro 获得第4名。OK， 然后冠军店第5名，第6名是社区店，第6名社区店。OK， 好，今天我们的活动圆满的结束了。在经过大家的审慎认真的打分之后我们今天的冠军和亚军也都评出来。说实话，今天这个结果真的还蛮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总结下来其实就2句话，第一个就是一个做包的做了最好的光饼，然后第2个呢就是没想到大超市的打败了一众顶奢酒店、大师品牌、社区店、独立作坊，包括今年的国行饼冠军都被这个超市给打败了。冷冻超市，冷冻，对，都没有存。法国最大的冷冻超市，法国人最喜欢的冷冻超市名不虚传啊。接下来的话，大家对自己的喜欢的饼和不喜欢的饼有什么
想发表的意见吗？轮着来吧，我们顺时针这样来吧。皮卡这种性价比极高的点就大家就无脑冲吧，没有问题。真的主打一个分享。对，其实吃的主要也是那个氛围。对，还得是跟着一起吃才好。对，大家一起分高的那个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对。For me, like I really love Baby to One. 朋友们，三亚克他是只吃掉了所有的酥皮，馅儿全部都剩下了。就吃包子只吃皮儿。好 ，Kit， 好，这个应该是我人生之中吃的最多的。对，今天他已经尽大力了，也看得出来，好吃的确实就是 LV 的跟 Bigard 的，就这两个他吃的最多。来吧，给你了。 LV 确实很值得入手，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包括它的层次、它的口味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 top 的。然后就是 Picard， 它真的很用心。它第一个是它开书其实开的蛮好的，然后它的层次并没有烤得特别厚，吃进去比较容易入口。然后最有心的就是它上面撒了那个榛子糖，然后整个口感就特别棒，非常用心，非常棒。而且从你吃的其实也看得出来，大家对普通口味的那个好像并没有。对，就是已经吃腻了。对，我们刚刚在随意聊天时有个类比啊，就是所有月饼，你哪怕做的再好，你是那个叫什么单黄内容，你就还是有它有一个上限。对，你的天花板太容易被限死在那里了，所以还是要去找一些比较有创新的东西吧。然后 Adam。想说大家都说了好多了，只能说这个皮卡确实是平民之光，平民之光，幸福的成本其实并不高。哎，对，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好，作为今天唯一的双冠王，还是要为 LV 说几句。我说你大哥真的是你大哥，就是人家做什么都是很 top 很顶。对，这一点，大家不要被品牌蒙蔽了双眼。没有，说大家还是要多去试试看，然后这样才能真的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因为那个很多法国人说我们去买国货品，他们肯定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说我们去 Bigard。对，但其实真的是一个惊喜的发现。不要盲目追求所谓的品牌啊。对，你们你们每个人有别的店推荐的吗？每个人来一个。我推荐小狐狸，碧根果味的，性价比也很高，风味也很高。I've tried the Nina Petit. Yes. OK. 我打算是 Bigard 的另外的口味。OK. 可以。我没有推荐，因为我今年只在这里吃了，还在我们餐厅吃了，所以我没有别的很像对。没有，我们餐厅很好吃，没有说不好的意思。我觉得今天是吃的最多的一次，下次拍综艺品鉴，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些意大利。可以。我不一样的，因为去年我当时想买的是 LV 和他们家当时有单品，今年 LV 没有让人失望了。对，所以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觉得他们家 OK。我蛮想试一下那个荞麦的啊 ，Crystal Blue 啊，那看来大家也是对创新的口味都有一些接受度比较高，对，接受度比较高，想试一试，对，不要太厚重。对，哇，这个真的很腻，我说实话，这位大家好，全部吃完。我是唯一一个买这这位是空盘，但我真的觉得我得断食，大概16个小时才能够缓过来，真的很可怕。晕碳倒是不会晕碳，确实这个黄油含量大家用的都蛮狠的。好了。那大致就是这样，期待下一次你的好奇，对，期待下一次的盲品活动。下一次就是大家找一个赞助商啊，在这里广告位招租，如果有任何品牌有兴趣的话，请联系。不知道观众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可以在弹幕推荐给我们，评论告诉我们，帮你吃，或者是吃过特别好吃的国王饼，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国内现在也很缺，就是常年国内常年这个国王饼，是的，你们把你们吃到的好吃的国王饼放在评论区吧。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见3年。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转发、投币、收藏1键3连。如果你们还想跟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的美食，那么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OK。